我坦率地告诉你们，我父亲也是东北人，东北沦陷了，我的心情跟你们是一样的。但作为党国军人，你们必须要懂得自珍自重，不可以胡来。谁也没胡来。对啊，不就唱歌吗？就是，元旦弟兄们喝点酒，想放松放松。高支行，你要注意了，要不是我极力袒护，总队早就把你除名了。李队长，下午你带他们几个去刑场陪绑，我要让他们几个知道什么叫家法。是。哎，没谁的吧？枪崩沈以勤，让你们几个开开眼。为啥呀？叛逃共匪，中央军不是杂牌军，更不是东北军。你们别像某些人似的，连国法家规都不懂。哎，知道是谁出卖了沈以勤吗？谁啊？那人就在车上，是吧？看我干什么？啊？看你舌头长啊！你少给我放屁！贵东干什么？把手撒开！我告诉你，高志航，当初我就不该举荐你。李贵东，把你当哥们儿，你跟哥几个说一声，沈以勤是你告的密吗？你听他放屁！四川老家，放开我！老队，让他跪好。放开我！我不能跪着死，老子没罪。只要你承认你是共产党，我可以饶你不死。几位哥，你们就这样看着我被打死啊？不听我说句话呀！啊！喂！你良心让狗吃了。沈以勤不是共产党，你知道？闭上你的臭嘴，我知道该怎么做。咱不这样行吗？你们用枪托子打死我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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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我！长官，他没事，就吓晕了。王队长，上面交代过吧？你敢替他担保吗？敢，我肯定。沈以勤不是共产党。按照国军的连坐法，需要同时有几个人担保？你们谁敢为沈以勤担保？还有我。你们几个可都想好了，这可不是闹着玩儿。一旦查出他是共产党，你们统统都要吃枪子儿。明白。
队长，沈一群，到！这个孬种！堂堂的国军驾驶员，不过就是吓你一下，就把你吓成那个死样，你把5大队的连都给丢光了。报告大队长，我真的不是共产党。这我都相信，共产党又都像你这种软蛋，委员长可就省心了。去，给我跑50圈。是。高志航，你陪着。龙啊，我命令你。是。老高还有几圈啊？7圈。哎呦，能不能不跑了？不行了。不行。咬咬牙子挺一挺啊！我告诉你，跑不动我可踹你啊！哎呀，降把劲儿！哎呀，我问你个事儿啊！你小子是不是共产党？老高，我跟你说，我真不是共产党，我哥是共产党，骗你是龟儿子。我们几个人可给你做了担保了啊！你要真是共产党，我们就陪着你一块儿吃枪子儿。不是老高，你说什么？你们给我担保了啊？担保书也交上去了。完了，坏了，坏事了！不是怎么回事啊？你们要不给我担保，指不定哪天我这自己一高兴，我告诉你我……哎，怎么的？就你这个衰样，人能要你啊？啊？哎，老高，你还别看不起我，我跟你说，我比我哥胆儿大多了。我哥才尿性呢，他小时候连鸡他都不敢杀。啊？哎呀！我听我哥说，共产党就缺飞机，就缺。这事儿你跟谁说过？除了你，我就跟桂东说过，谁都不知道。你说这共党有什么好？我告诉你啊，共产党主张抗日，现在这节骨眼儿，谁抗日谁就好。那你他妈当初干啥了我当初是我爸爸让我考的中央航校，不是我愿意来的。我爸跟我说，我们沈家俩男孩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人。这个，万一将来，不管是将来党国赢了，还是共产党赢了，哎，两条腿他总得活一条吧，是不是？你爸这主意倒不错。可是我他妈就一条命，我只能一棵树上吊死我。你沈以勤，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鬼。你这么大声干什么？高志航去南京最初的那几年，混得不怎么样。他写信给家里，说个人的落寞还在其次，主要对国家的前程不堪其忧。凭什么相信我？他不止一次地在信中安慰家人，说国军很快就会打回老家去。但年复一年，他的话连他老妈李春英都不信了，当着村人大骂：“俺家老大是个瘪犊子，说话连个边儿都没有。”老高，算了吧，啊！哎呀，怎么没睡觉呢？快来上奶奶这儿来，来坐这儿来。哥俩呀，有事儿啊？啊？来，上炕。我想好了，我想去南京。哎呦我的妈呀！这半夜3更的，你上什么南京啊？快领孩子过屋睡觉去吧啊！你们家的老大又来信了，让我去南京。不是，真是眼下呀兵荒马乱的。再说你这二丫头才这么点儿，你能说走就走啊？我想了，我把油粮抱走，力量去
得求你们二老照看了。姐姐，这瘪犊子信上说啥了？他人在北边说，总有一天他会打回来。总有一天是哪天呢？啊，等我死那天呢？你跟他说，我这耳朵呀都听出茧子来了，这真不如放个屁。你说放个屁还有点臭味儿。说他要说了不算，你就别埋怨他了，好不好？那他说了不算，老拿话哄我干啥呀？你说这满洲国成立3年了吧？啊，你就看着日本兵啊，只看他进不往外出，这通化满大街啊都是日本鬼子。你整天也不看看报啊？看什么报啊？也不识个字儿。现在这个老蒋啊，他愣是跟共产党较上劲了啊，压根他就没寻思打小鬼子的事儿，知道不？哎呀，可怜我这俩孩子了，你说是？从生下来呀，也没跟他爸在一块待几天。可了，来躺下睡觉。力量，以后奶奶要照顾你，快给爷爷奶奶磕个头。哎呀，磕啥头啊？哎呀，孩子，奶奶脾气不好，愿意跟奶奶吗？啊，愿意，不让奶奶生气。你看我孩子真好。老师说他跟他爸爸似的，不管学什么，一叫就会。是吗？那都学啥了？姐姐学了歌谣。歌谣？妈呀，歌谣是啥呀？来，给奶奶说说。来，我们听听。说马洲到马洲，马洲国乐悠悠，吃不愁，穿不愁，男女老少都不愁。哪个王八犊子教的这是啊？不是王八犊子教的，是老师教的。老师教这个老师，他就是王八犊子，对不对？咱呢回屋睡觉去了。你奶奶呀，那魔怔病，哎，又犯了。你才魔怔病。来，哎呀，给你了。啊。哎。妈，你不要我了吗？怎么会呢？你是妈的乖女儿，妈去你爸那儿住几天，很快会回来。爸爸在哪儿？他在南京。南京离这儿远吗？很远。很远是多远？你想干什么？我也想爸爸。爸爸为什么不回来看我？他说，总有一天他会回来。告诉爸，奶说了，他再不回来，他就是个瘪犊子。到那儿啊，你告诉老大，怎么都是活着。他老蒋要是没正事儿啊，你就让他开小差。净出馊主意，那开小差让人逮回去，那不枪崩也得扒层皮。你呀，哎呀，我是那么说，那老大能听我的吗？我就是让他俩多个心眼儿，别一条道跑到黑啊。回去拿去。我有的。哎呀，全家附录。这行把路费都寄给我。哎呀，谁跟谁呀？你看，这也是老大孝敬我的，拿着吧。啊，谢谢。弟妹，我也没什么，就煮了几个鸡蛋，带着路上吃吧。嫂子，你看你老谢人都一家人，你老谢啥呀？来，这个你拿着。这是什么呀？这个呀，可是我上山跟老道求的灵符，你把它带在身上，保你一路平安。谢谢。又来了。行，道上挺远的，上车吧。哎，等一会儿啊。走了。哎，哎呀，你等一会儿。呀，慢点。这啥呀？哎呀妈呀！这西家贡礼啊？不是，你哪儿头疼呢？我大姨啊，西江店子那嘎达嘛，我去了，这顿给他磨，长出一兜子来，出了村歘进林子了，山上过来了。玩儿是好玩儿，可
就给老大带去。你告诉他，这西江贡米啊，过去啊都是那供皇上的，现在啊都上供小鬼子了。妈，还是别带了，这要是让小鬼子逮着，那就是经济犯了。那可不，带上就带上，让他上火。让他上火，你这不是让老大搓火吗？你这让他上火。上车吧，就让他上火。你小子，好，谢谢你了。哎呀，我这一个地方啊，不能让小鬼子查着，我他妈要掉脑袋。哎，坐好了啊，坐好，咱们该走了。看好啊。哎。都坐好了啊。好。妈妈很快啊。哎，你们也回去吧。再见。走了，一路平安啊。小心点儿。再见。长官，我们几个表演者敬您一杯，好。哦，对了，汽车上插一面小旗的是你吧？报告长官，不是我，那是谁？是我。你叫什么名字？高志航。你就是高志航？长官听说过我。918之前，是任东北军的飞行教练。长官听说过我。啊，去年我在西安，你们张学良将军向我打听过你啊。飞得不错。啊，对了，准备一下，我马上调你到中央航校任飞行教官。谢谢长官提醒。好好努力。是。什么你？将军便宜的名，你说你这回真的你要生了吧？万一他要只是说说而已，就行。别一惊一乍的。最高长官说话了，最高长官说话了，你肯定会被提的，真的。高志航，主管李主任，你还认识我吗？跟你跳了一整晚的舞，要是说不认识，那我是在装的。能在这儿见面，真是幸会的。不是幸会，是冤家路窄。来，给冤家一个热情的拥抱吧。当着这么多人面吗？当然了。小女子已经等不及了。他们说你呢？他们这叫羡慕、嫉妒、恨，你不用理他们。你什么时候回南京？明天。明天。这儿不是谈话的地方，下午我们咖啡厅见。好，下午见。下午见。我没有迟到吧？
很准时。我帮你点了咖啡。谢谢。启发你喜欢？非常好。不介意吧？你到南京多久了？有5、6年了。嗨，怎么也算朋友了吧？你到南京怎么不找我呀？我找过你。啊？我往南京日报打过电话，人家说你病魔高就了。也不是什么高就，就是想呼吸一下自由空气。你也知道，中央日报它的检查很严格的。我连续写了几篇关于东北军的专访，包括当初张学良将军他下野的那些访谈，结果都被枪毙了。唉，一气之下，本小姐不干了，不伺候了。一个良知未丧的烈性女子啊！哎，你这么厉害，你男人能降得住你吗？很惭愧，本小姐一直单身。为什么？你这么优秀，你不会是和我们那个吴海文一样，抗战不胜利你就不结婚吧？我可没那么有定力。不瞒你说，我喜欢的男人一般都有家室。你这么说可有伤风化啊！开个玩笑。换个话题吧，我们说说少帅的情况。你们少帅去年是豫鄂皖剿总副总司令，今年刚换了一个新头衔儿。委员长给他的任务就一个：围剿共匪。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刚打了一个大败仗，整个一个师都被红军吃掉了，他的情绪很沮丧。这和我想象的实在差太多了。我还没说完呢。他亲口跟我说的，大敌当前，反我族类，皆有置干戈于为社稷之义务。他跟我说，让他剿匪红军，他的兄弟们情绪提不上来，这个仗没法打。他说，如果再打下去，他就罪上加罪。他真这么说的？我有历史记录，你要看吗？这才是少帅。哎，说说你吧。我有什么好说的？哎，好吧。9·18第2天，我就化妆成了难民，逃出了丰田，一路辗转去到了南京。这么些年，白吃白喝，依旧是个无为之徒。你怎么能那么挖苦你自己呢？哎，你这次的表演真的是很成功啊！再成功也是表演。用我妈的话说，高志航就是个瘪犊子。因为我每次写信回家，信里边都会提到说，爹妈没几天了，没几天国军就要打回东北了。这不前2天我妈给我回了一封信，急眼了。信里边说，你个瘪犊子啊，诓你爹妈没这么诓的啊。说爹妈的眼睛都快盼瞎了。
您那个丽儿还好吗？也让我扔乡下了。不过前2天给他写信，让他去南京，也不知道有没有动身。看得出来，你很爱他。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一是飞机，2是格里尔。是日本人的飞机。你确定吗？确定，960。他妈瘪犊子！你又骂谁呢？骂我自己。身为空军，眼看着别人的飞机在头上打晃，我应该找个绳把自己吊死。回去喝咖啡吧。入れ。山本さん、どうも。关挺，座りなさい。まあ、お茶を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关挺、お前に来てもらったのは重要の用がある。お前は全長中央高校どう考えてる？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が、先に山本さんの考えを聞かせください。全長中央学校は南京政府最も有名な学校である。先生の力があり、多くの国の航空エースがその学校に集まっている。我が大日本帝国のエースフジモンをその学校で教えている。全長中央高校は我が大日本帝国の空軍のライバル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慎重すぎるんでは？そんな小さい学校が我々の空軍を脅かせるはずはないです。バカ野郎！若造、我が部隊がいつも戦争に勝てるの分かるか？少しのチャンスも逃がさないからだ。山本さん、国に尽くす機会をください。お願いです。今日からお前は南京の商人だ。お前の親父は早く亡くなり、お前とお兄ちゃんで家族経営をしている。关挺、メガネを外せ。いや、山本さん。外せ！はい。覚えとけ。お前は商人だ。学生ではない。你说啥了？叫你进去。报告，进来。哟，来啦。说您找我。好，坐。北平的表演很成功啊，坐吧。周主任很高兴，他跟我说要统领集体嘉奖，还要把你和李阳调到航校当教官，那个军衔也升为少校。谢长官提醒。哈哈，你现在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啊！长官过奖了。这个秀月街115号教官公寓归你了。还有专门给你配个勤务兵，啊，你还可以享受空军一类照，2荤2素哦，让你吃的屁股流油啊！哈哈哈哈。谢谢长官，我可以去看看我的新房了吧？啊，我还没说完呢。我妈骂我是瘪犊子，这个话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你什么时候认识翁小旭的？啊，那早了。在东北的时候，我接受过他的一次采访。军统有个内部通告，大公报有亲共之嫌，这你应该知道。你怎么还可以随便接受他的采访呢？我们那个不是采访，只是普通的唠嗑。我也没想到他会登出来。说得轻巧。这句话是有影射的。影射？影射谁呀？哼，你妈骂你是瘪犊子啊？也就是说我是瘪犊子啊？周主任、委员长都可以这样认为啊？你笑什么？长官，你误会了。我妈她只是一介草民，她不知道什么叫影射。她的意思是说，她儿子是当兵的，国难当头应该打鬼子。这个时候不打鬼子，那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也不让别人拉屎。别人是谁啊？我告诉你，这篇文章如果早2天出来，我可以取消你的教官资格。是。作为教官，要以党国为重。什么叫党国？请长官赐教。你年轻，不要太狂妄了，不要以为身后有个张学良。918以后，你们那个张学良过时了。跟你交个底吧，这次如果没有许真替你说好话，没有你的今天。长官，就是他找高教官。美国人吗？哎，我英语好，我来问。哎，我说 hello 啊，又是 Medica USA 啊？不，不是，不是美国人。听不懂我说话，不是美国人。欧七。哎，行，我来。你找高教官有什么事儿吗？俺是他媳妇儿。怎么了？哎呀妈！说话一股东北大碴子味儿，东北来的。找谁呀？他说他是高志航的媳妇儿。啊？嗯？看看。你找谁？高志航，开飞机的，原来在东北军，腿有一点瘸。腿瘸？我们这倒是有个叫高志航的，可他腿不瘸啊。对，你别开这玩笑，腿瘸没法开飞机。你们都被他骗了，他穿着是特制的鞋，你们看不出来的。但是呢，我们叫他高瘸子。高瘸子？不可能吧？不是这小子啥时候娶了个外国女人？没说过呀。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格里尔。什么？格里尔。姓格利尔。对。哦，那就是真的。这宝贝儿当然是真的。不是，这是高志航的女儿，这是他爱女儿。哎呦，这么可爱，来，叔抱抱来。哎，赶紧上车，快！拿东西，拿上车。来，嫂子走。来。哎呀，行，不可能啊！哎呀，什么不可能啊？兄弟们手也都轻点啊！什么？啊，你看这个什么？我要的是地图。这就是地图，你看。不错，多少钱？没花钱，我从仓库拿的。偷的。这怎么能算偷呢？我以前就是管仓库的。那就是监守自盗，我不要，给搬走。这怎么能？人家说大盗盗国，你见谁盗国了？那好一个东北，
被人拿走了都跟没事似的，那不叫盗国吗？叫什么呀？报上了，李尔，家哪儿的？河北乐亭的。记了。记了，你随身带火，这不勤务兵吗？眼快手快腿也得快嘛。搬楼上去。哎，我想问一下，那个高志航知道你来吗？他不知道，我没告诉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那你来对了。那你抱着。高志航啊，刚刚晋升为教官，而且呢又刚刚分了房子。如果你再不来的话，哎，他那杆枪可就生锈了。啊，我知道你们飞行员的那个手枪用不上，我经常帮他擦枪。那这回来呀，你得好好的帮他擦擦那杆枪。肯定会的，也可以帮你们擦枪。我们2杆枪。别客气，我闲着还是闲着。你还是帮老高擦吧。行了，别逗人家了啊！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啊，你从东北那嘎子过来，那边什么情况？哎呀，用你们中国话说，水深火热。怎么个水深火热？日本人让我们说日语，而且遇到他们还要鞠躬。嫂子，以前在俄国你做什么的？没做什么，我一直在做难民。难民？对呀。你职业做难民？对呀，我先是做俄国的难民，现又变成了一个中国的难民，真不知道将来还要去哪里做难民。将来啥意思啊？日本人要是打到南京呢？嫂子，这回来了南京啊，咱就不走了，送你回家。走喽，给咱见见面喽！嫂子，咱到了。到了，志航，高！哎，嫂子别动啊，别动，端着点啊！我让老高出来接你。哎，高着，告诉他准备8抬大轿。对，8抬大轿。走，老高，哎，你们怎么来了？哎呦，这房子不错呀！啊，我咋的？我们不能来吗？乔迁之喜，我们哥儿来喝酒的。喝酒就空着手。你掏出来吧，不能白喝。我告诉你啊，不知道你喜欢啥，哥几个出点份子，喜欢啥自己买。也不少呢，还给你抱了个孩子。哟，这姑娘哪儿的？哟，这还挺漂亮啊，是吧？叔叔抱抱。哪儿啊？路上捡来的，也不知道是谁家的瘪犊子。队长说没人要，送你了。外国种啊。不对，这是中国种种在外国地里了。闺女，这是我闺女，人在哪儿呢？谁啊？别给我扯犊子，人在哪儿呢？外边呢？快去！格林亚，格林亚！哎，快来！想死我了！我也想你。我好久没有抱进去看。这都怨那些小鬼子，冲这个我也要跟他们拼命。别说小鬼子，小高兴的事。让我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比过去胖一点呢。你瘦了。乡下都是窝头大碴子，可我的胃更喜欢牛奶和面包。在乡下只有一个好处，你可以随便的穿高跟鞋。不对，乡下的路是没法穿高跟鞋的。你妈也反对我穿。为什么？她说穿高跟鞋招风，日本人糟蹋了很多中国女人。对不起，我又说了小鬼子。委屈你了。
他们都在看着我们。不管他们。他们告诉我你的枪已经生锈了，让我帮你擦一擦。你咋说的？我说没问题，也可以帮你们擦。Est-ce que je dors? Sikimbandu selo selo。不是，你俩叽里咕噜说啥玩意儿呢？咱一句也听不懂啊。驴子语。驴子语。对了，丽良呢？丽良在哪儿？你不知道路上有多难走，只能带一个。李尔，帮我搬东西。哎，行，太太好，我叫李尔。别拉啊！别拉，别拉，来。哎，给我抱会儿呗。来装。老哥，你这话匣子挺好，洋气啊！这可是总署配的。啥？哎呀，对，哎呀，叫爸，爸，我上楼转圈啊！走了，上楼了。哎呀，乖宝贝儿啊！哎，别给我乱碰乱动的啊！来来来来，哎呀，咦，呀，抽着烟呢你。不错啊，张。啊，不错。哎，啊，啥时候整了外国佬啊？那有啥的？人蒋经国不也整了个俄罗斯媳妇儿吗？爸，我跟书记说话啊。不过我听说航空总署有个规定，飞行员不准娶外籍女人当老婆。你可拉倒吧，别唬我了。真的？真的我也不怕啊。我这个媳妇儿呢，是我在东北请的啊，别人管不着。那倒也是。哎，不过你最好这事儿别往外张扬。只要你不张扬就行了。啥意思啊你啊？你真以为我是告密的人呢？那申义勤的事咋回事？啊？我曾经怀疑他是共产党。嗯，那他是吗？要真是的话，来了啊！哎，辛苦了啊！没事儿。要真是的话，早就被枪毙了。我跟你说，我这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哎，行，就算你告密，我也不怕，老子又不是共产党，是吧？哎，嫂子，我看你这个刀工不错呀，真像个大厨呢。我在东北不是没事吗？去年拜了一个城里的师傅学炒菜。你专门拜了个师傅学炒菜啊？要开饭馆？不是，这是个秘密。别告诉高长啊。法国人说，你若拴住了一个男人的胃，这个男人会彻底跪你。嫂子，我真得谢谢你。我要是结了婚呐，肯定把这个秘密告诉我老婆。那你还没结婚？我在家里是老小，上面有个哥，都当司令了还没结婚呢，我着什么急啊？那你是你们家里的老疙瘩？哎，对，东北人就叫老疙瘩，我们四川人呢叫老幺。啊，老幺。那你结婚之前一定要去找那个你的当司令的哥哥，你先帮你提拔一个什么长。你对我们中国这点事儿了解的还挺清楚的。不过我和我哥呀是处不到一块儿。为什么？我是国民党，他是共产党，我们哥俩见面就掐架。上次吃了个饭，枪都动了，处不来。中国的事情我好像永远不能理解，像那个日本人现在都打进家门了，国共两党为什么不能和解？这叫宁赠外邦，不与家奴。我们党国就是这样的。你要想慢慢的理解这事儿，我得跟你慢慢讲。这个国民党跟共产党，你帮我端菜吧。好。总队长阁下，这是我的辞呈，请您过目。麻烦您转告有关方面帮我处理，谢谢。但是不知藤野先生这是何意呀？我们没有
要辞退你的意思啊。我知道，可是剑桥是中国空军的机密阵地，我是不可以介入的。哈哈，你也知道，外交不是你一个人，有美国人，还有德国人。可是我和他们不同，因为我是日本人，更何况我现在还有日本军籍。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不过中日之间只要不宣战，你不必多虑。更何况，据我所知，你对我们中国还是很同情的，这一点我看就很难能可贵嘛。来，让爸爸看看你这手是像你爸呀，还像你妈呀？啊？哎，我看这回共党真的要完蛋了。哎呀，这家伙听你说话这口气有点像委员长啊！啊，我看看，你看。哎呀，人委员长可说了，3个月之内剿灭共匪，你有什么看法？我有什么看法？你看看这上怎么写的：共党走出雪山草地，只剩下3万残军。陕北那个穷地方，要吃没吃，要喝没喝的。委员长急调胡宗南、马逢奎，还有张学良，率几10万大军围剿。我跟你说，这回可真的要完蛋了。哼！哎，你咋就那么盼着共产党完蛋呢？啊？那当然了，共产党要成了气候，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家是大地主啊。哎，你再看看啊，人家共产党可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人家是为了联合抗日。哼，你拉倒吧，什么联合抗日？眼看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告饶了，要和老蒋起和。告饶有啥不好的？一起打鬼子呗。共产党是老蒋的一块心病，共产党一日不除，这内战就一日不停。哼，我跟你说啊，我倒希望共产党早一点完蛋，到那时候看老蒋他怎么说。哼，不管咋的，让老子干回东北就行，好带着有粮回家见奶奶，是吧？啊！承蒙总队长阁下对我的夸奖，不过我还是决定恳请辞职。能告诉我为什么吗？现在日本的军队已经大举进犯贵国的察哈尔，我每次上讲台的时候，学员们那种激动的情绪所引起的敌意，让我接受不了。接受不了。这个不是我们学院的错，可这也不是我的错。就为了这些？还有，最近我每次上街的时候，我觉得有人在后面跟踪我。你不要在意，即使有这种事情，我想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我想没有那么简单吧。我怀疑你们的军动单位已经把我列入了黑名单。我想你这是多虑了。告诉你吧，何应钦先生已经去了北平，正在和贵国驻华北的司令美景美之郎先生谈判。如果和美谈判成功，我想中日之间就可以止战。到那个时候，你的情况自然会改善。总队长，你太乐观了。中日止战是不可能的。能告诉我你怎么知道？这只是我个人的判断而已。满洲国已经成立了，你们日本人还想干什么？不错，现在的满洲已经划入了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也正因为这样，日本帝国就需要在满洲之外建立起来一个战略缓冲地带，这样才可以确保满洲的安全。你们要了我们东北，为了东北的安全，要华北，为了华北的安全，
是不是还要建立一个安全战略地带啊？这是混账逻辑。是的，完全是混账逻辑，我承认。不过，这在军事战略上是正确的。你们日本国内有人跟你吹风了？没有，我说过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怀疑你的辞呈不是你个人的行为。不是，恰恰相反，日本领事馆反倒是让我继续安心的教下去。是这样，那你又怎么看呢？我是日本王牌飞行员，没有事的话，日本空军不会轻易动我。怕我们怀疑？我想是的。一旦有动我的那一天，中日大战怕是在劫难逃。既然你们领事馆都这样说了，你就安心任教吧。老实说，你不但讲课，你还是我们观察日本的小小风向标。我倒想看看，你们日本什么时候把你召回？谁呀？这点儿了？那个好。哟，藤野教官，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日本教官藤野龙宽，这是我太太。你好。你好。听说你到南京来了，这是日本的一些小点心，送给你不准敬意。啊，谢谢，请您坐。来。今天我还有事情要做，免了吧。下次来人就是客，哪能免了？你给我坐那儿。一起吧，一起。哎，谢谢谢谢。藤野教官，那我先按照中国的习惯，自罚一杯。哎，得整两句啊！啊，对，整两句。我应该说什么比较好呢？随便说，随便说。好，不瞒各位，我刚刚给总部递交了辞呈。那你今天来是跟我们大家伙告别的？这怎么说呢？虽然说总队长暂时挽留住了我，不过我要离开这里是早晚的事情。我想告诉诸位，我一生中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我教过的中国弟子里面，最终为了保卫国家，不得不同日本交战。这是我的心里话。各位，我再干一杯。告辞。我送送你。谢谢。听说明天有你的课，讲的是空中机动。对。我能荣幸的去听一听吗？行。请留步。等等。你真的想走啊？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目前的只是我的处境很尴尬。如果说我决定要走的话，我为什么一定要拖到将来呢？你说的是？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日本军方，现在日本军方已经快疯掉了，中日之战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一切都像我预料的那样，我只能遗憾地指出，中国政府并不是完全无辜。对，你这么说可有点无耻了。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反而助长了日军的骄狂。对不起，我先走了。许兄的排技真是让小弟深深的折服了，跟许兄也是难得的一见如故啊！来，许兄喝点茶。来，
这次请许大哥喝茶呢，小弟主要是想跟大哥探讨探讨生意上面的问题，还望大哥不吝赐教。哦。啊，先下去。大哥，请。不知兄弟想知道点啥呀？那天在桌上人多口杂，还没请教大哥做的是什么生意。小弟做什么生意？小弟刚跟大哥学做生意，什么都不懂呢，还望许大哥多多指教啊。你想想看，这战乱之际，做啥生意最赚钱呢？要说最赚钱的，莫过于挣国家的钱。现在各地方上最紧缺的就是军备。大哥，小弟说的对吗？啊？看来兄弟是猴子和狐狸配出来的啊！深藏不露，精明得很。大哥太幽默了，有我当年的风范。那是小弟的荣幸。话说粗了点，我只想问问，有没有兴趣掺和掺和？有大哥护航，再大的风浪，小弟和大哥同进退。太年轻，不要轻易向人家表决心。我叫高志航，字子恒，吉林通化人，以前是东北军的。我还有个外号高瘸子，因为我的右腿啊比我的左腿短那么一点。想看吗？想看吱声啊！老子不怕献丑。那你就把鞋脱了，给哥几个看看呗。对，看看呗。怎么样？有人犯嘀咕了吧？这不摆明了就是个瘸子吗？你媳妇说没错呀，骗我们！别说当教官了，当个普通的飞行员也不够格啊，是不是？放心，我没有这金刚钻，我也不揽这个瓷器啊。只要我挨着飞机上了天，那我就不是我，我就是一个长出翅膀的鸟人。鸟人。今天这堂课啊，我要讲的是空中的机动性啊。这一点呢，是所有战术和技术的基石。如果你们中间有人连这一点都搞不懂，那对不起，上了天以后，你们只有挨打的份儿。关于这一点，我总结出了8字秘诀：观察、决定、射击、脱离。这个有关转弯圆环、转弯空间的说法呢，你们以前的课上啊，其他教官讲过，我不重复。至于方位角、角速度以及如何摆脱和利用地心引力，这是以后的课上我要讲的。我今天只强调一点，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在1对1的空战当中，能够时刻保持进攻姿态。说具体点，飞机的机枪在机头上，啊，在作战过程当中，我希望你们每个人的机头瞄准的是敌机的机屁股。如果在整个空战过程当中，你们能做到这一点，那我恭喜各位，基本上你们能活着回来。有疑问吗？高教官，这道理我懂，做不到。不，你敢保证你的鸡屁股不被人咬住吗？干我们这行啊，一半靠技术，一半呢靠的是运气。你今天飞出去了，能不能囫囵个的飞回来，那得看老天爷疼不疼你，还得看你在天上碰到的是谁。我大言不惭地说一句，就你们这些青瓜蛋子，要是碰到我，
一个都跑不了。吹呀！你看看，不服是不是？不服咱们可以打个赌，你们中间任意的2个人，只要在天上能咬住我的鸡屁股20秒，算你们赢。有人愿意赌吗？行不行？我来。赌吧。赌什么呀？你说吧。就赌咱们3个受伤的表。行啊。祖传下来的。哎呦我天！把祖宗都搬上来了啊！你那是什么表？我这个是铁穹。我还是亏呀！啊，看到没有，100年灵，我在法国时候买的，赢了归我呗。那你得先赢了。弟兄们，上跑道！这回你逃不掉了。李贵东，你已经让我击落2次了。过来了，过来了！哎，藤野教官有血！你给我赢了半个月伙食，我告诉你。哎，我宣布，我和藤野教官输了。嘚瑟嘛，看见了，有点不服气的意思啊！我告诉你啊，公平的说，我和藤野教官应该是平手，知道吗？
我咬住人家3次，人家跑了3次，不像你。不，还是我输了。高教官多给了我2次机会，要是工匠，我第1回合就被他击落了。真给啊？啊？当然真给。不咋的，舍不得呀？赶紧的。啥舍不得的？快替我收好啊！来，大伙儿看看这祖传的表啊！哎呦，真不错！有！你说我要把这个表收下来，是不是对不起他们家祖宗啊？拿着吧，拿着。不客气了啊！哎呀，真的收下了你！红叶教官，不，愿赌服输。啊，坐吧。我这次来啊，是有件事。今年10月31号，是我们蒋委员长50世华诞。国府大员啊，是几次开会讨论准备做一篇大文章，借助你们空军的航空表演，在全国搞一次大的祝寿建基活动。此乃意义重大。现在帖子已经发出去了，世界上几个空军强国，像美国、德国、意大利，还有苏联、英国等，都非常感兴趣，准备派王牌飞行员来参加飞行特技表演。最有意思的是啊，日本人虽然没有收到我们的帖子，也想来，被我们一口回绝了。诸位啊，来祝寿的这些国家里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一方面是想展示一下他们的实力，第二嘛，就是想掏我们的腰包去买他们的飞机。不过也好，我们也想借此机会啊，去比较一下世界各国飞机的优劣。可是这样一来啊，我们委员长的心事可就重了。昨天夜里，在他的官邸召见了我，上来就问，发给世界各国的帖子可是以我蒋中正的名义？毛总队长，你有何考虑啊？本人受命以来，一直夙愿难眠，与同僚们一起研究了不下10几个方案，且以为最为出色的构想是用50架飞机在天上编队飞行，布成2个方阵，4个大字，一个方阵为中正，另一个方阵为50。好，这可是机密啊，不可泄露出去。我想，到时候我们会给全国的同胞一个惊喜。好啊，好啊，真是难为你一片苦心呐。只是，此时正值全国抗日救亡的一片声浪啊，过于铺排了，会不会授人以柄，给委员长带来什么微词啊？委员长那里，我私下跟他说过，他是点了头的。哦，以后此等事啊，先要报告给我和蒋夫人。好。其实啊，私下里蒋委员长也跟我交代过，他最看重的还是我们空军飞行员的飞行特技表演。我知道，各国来的都是王牌飞行员，可我们没有朱克匹敌的人选。如果勉强派员参加，技训一筹，会贻笑大方。与其如此，不如放弃了。我看不妥吧？堂堂中华泱泱大国，
难道一个特级飞行人员找不出来？那西方列强会怎么想我们呢？啊，日本人会怎么想我们？全国同胞又会怎么想我们？最重要的是，委员长会怎么想我们？那你的意思呢？不是我的意思，是委员长的意思。飞行特技表演是重头戏，不可缺席。这样吧，周主任，那你就亲自点将。你是总队长，我点将还要你干什么？主任，主任呐！周主任，我是长官，长官息怒啊！我对你是一向尊崇，从没有别的意思。我说帮初啊，现在正值国家危难之际，你已经贵为将军了，做任何事情应该有所担当。那是，可是我们空军里边缺少这种人才。怎么会呢？我记得北平的航空表演不是很成功吗？哦，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我倒有个人选。高志航，你意向如何？不错。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这个小子倒是可以拿得上台面的。哎呀，主任啊，您这是慧眼识珠啊！只是这个人啊，我知道。我听说这个高志航啊，就像一匹放荡不羁的野马，不好驾驭，是不是？这还是其次，他私底下的言论是抗日救亡。抗日救亡不能算错嘛？这不是委员长的意思。那是你的理解。委员长并没有说不攘外啊，安内也是为了攘外。好了，抓紧时间准备。啊，格雷尔，我今天和日本的王牌飞行员交手了。你们二位是？我们奉总统的指令，找你夫人调查一些情况。哪方面情况？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想知道你夫人此前的经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我可以给你们补充。不必要了，我们确信你夫人是俄国人。那又怎么样？我们往那儿谈吧。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可能不知道，总署有条特别规定，飞行员不能娶外籍夫人。我现在呢是教官，不是飞行员。再说了，我们的航校里面聘请了那么多的外籍教官，更别说他们的老婆了。你和他们不同，他们是临时聘用的，不受总统规定的制约。你能保证今后不再加薪吗？我真搞不明白，你们可以聘请外籍教官，我就不能娶外国老婆？再说了，我和葛丽尔结婚的时候，我还在东北军，应该不受这条规定的制约。你能钻的空子也只有这个了。祝你好运。他们和你说什么？只是一些简单的例行调查。不对，你好像瞒着我。他们还问我是怎么娶到这么漂亮的俄国老婆，另外还问你有没有姐姐或者妹妹。你这么说的，我说这都是上帝的旨意。我也是这么说的。他们问我谁是我们的美人，我说上帝。亲爱的，我饿了。来，上爸爸这儿来。哎呀！
长官，您找我。我想给你个机会啊，委员长五四华诞的那天，南京上空会有一场特级飞行表演，来的都是各国的王牌飞行员。本来我想放弃了，鉴于你在北平上空的表演有上佳表现，谢长官。我的话没完。委员长很看重这次表演，倘若表演成功了，你会出人头地，一夜成名；倘若表演失败，丢的不光是中国空军的面子，还有委员长的面子，后果不堪设想啊！再怎么样也不至于把我一枪给崩了吧？我会在委员长面前挨骂的。我要是挨骂了，会怎么样？你应该知道。我这么讲，你还敢接这个机会吗？敢。大声点。敢。好，很好。那我就讲第二个问题。倘若表演成功了，你会被新闻界所瞩目，名扬全国，人们都会知道你是中国空军之王牌，还会知道你有一个漂亮的俄罗斯女人，叫什么嘎利尔，是吗？长官想说什么？此前航空总署有15条特别军规，听说过，其中有一条是飞行员不能娶外籍老婆。何况那个格里尔是俄罗斯贵胄之后，本署绝难容忍。为什么？15条军规是委员长签署的，不需要解释。可我是来南京之前就结的婚，应该不算违反军规。只要你来了南京，就适用这条军规。太不近人情了。军人只讲军规。蒋经国先生不也娶了一个外籍老婆吗？你放肆！你怎么能跟蒋经国比呢？那你是什么意思？格里尔刚来南京的时候，我本来可以从容处理，但是现在不行了。你必须做出决断，2种选一：要么离弃格里尔，要么放弃飞行表演，离开南京。如果我2个都不想放弃，那只能我来替你选了。听着，要是你割断不了与格里尔的关系，那我跟你割断关系。长官，我和他有2个女儿。我有多长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给你3天。高教官，怎么还不回家呀？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吧？我就是想一个人静静的待会儿。关于格里尔的事，还有那个特别的军规，我都听说了。换成10年你会怎么办？换成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很想知道你会怎么做。为什么？因为
我能在乎的人或许并不多，你算其中一个。好吧。如果我抛弃格里尔，我想我会为你们感到遗憾的，因为我知道深爱一个人的滋味。如果我离开总署，同样为你感到遗憾。我知道飞机在你心里的分量，跟格里尔相比，飞机不算什么。可是经过9·18事变以后，你再不想离开飞机了。不错，因为我不想屈辱的活着。从9·18之后，我一直在等，我有足够的耐心。我想等到日本人被赶出华北、赶出东北的那一天。希望我这么说话不会伤害到我和你的私人感情。不会的，我非常能理解，你是对的。你今天回来的这么晚，有一堆破事儿绊住脚了。你好像有兴趣。你和孩子来了，我能有什么心事儿？我像天天过年一样。你还没学会说话。